的，太过舒服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是 Eder， 不是一个车评，只是 POV 啦。欢迎回到我的频道，欢迎回到 POV 冲上云霄系列啦。这个影片呢，就会试驾这辆 W206的 C300 AMG 来，我们上云顶试驾，去看一下它跟 W205会不会有差别呢？如果你们还没看我上个影片去介绍这辆车0到100，还有它的这个 walk around review 呢，赶快点击我的右上角去看啦。这个影片就上山试一下，到底这辆车跟 W205是不是有差别呢？没试山路，怎么知道他说的那个什么前面的 4 link 后面的5 link 有没有分别？在这个影片还没事先，希望还没订阅我的朋友们呢，记得按下订阅啦。当我更新影片的时候呢，你们才可以及时收到通知。好，不是说 Let's go。前面3根手指的高度，后面也是一样。这辆车是后轮驱动，后面的轮胎是255/35ZR19，前面是25/40ZR19。它的轮胎是用着 Goodyear 的一个 F1 的 Run Flat Tire， 前面有4活塞刹车卡钳，后面有单活塞的。这辆车前面的设置是一个4 link， 后面是一个5 link 的一个水花设置。本期视频是非常感谢驾车呢。Hello Morning， 有，哎呀，这辆车不像外国啦。有的选配这个叫什么窒息门啊，系上安全带之后呢，就会好像拉你一下，给你一个安全感。这辆车呢的这个 Sport Display 我就不想要给你们看了，因为坦白说我自己看的都没有赢了，它好像没有得看转速表，它只是这样，我就不是很喜欢，我就换上这个。可是如果要看油温的话呢，只有按这边，然后按 Info Engine 这边会有这个油温跟水温，两个都会有显示着，所以这一个是水温，这个是油温，油温现在80度这样罢了啦。我们把它切换到 Sport Plus 模式。今天的云顶很多车一下哈。以往的这个 W205呢，我就每次用 Sport Mode 啦，我用 Manual Mode 的时候呢，它会不久就给我跳回去那个 Auto Mode， 所以这辆车好在有一个叫 Manual Shifting， 它就自动就是 Fully Manual 到完了，应该它也是会自动升档啦。开一点窗 ，AC 关掉，就这样，开一点风。幸好我看到有车，要不然我不知道你吃过来的 bro。W205的时候啊，只要你高转换挡哦，它会有一种类似像 DSG 的发烧，可是它不是，它会有那种。可是这辆车我就没有什么听到。这一具引擎是一个M254的2.0公升的涡轮增压 Twin Scroll 双涡流的引擎，拥有着258匹马力，还有400个牛顿米，还要在2000转以上，它才达到最高扭力峰值。这辆车的动力比上一代我驾过的 W205是猛很多啦，尤其是它是 9 speed 那个 Tronic G Tronic， 它会有一点带那种甩尾的感觉哈。
可是我的手就莫名其妙不小心按到这个 button 了，哎。全部都是跑touch啊！因为我记得我之前驾过 W205的时候，它屁股没有这么像这样不听话的，反正 BMW 的 G 点地会，Oh my God！What the？ 这辆车有一点危险嘞，不像之前嘞，有一点不听话哎。我现在是traction control 是开着的哦。Sport Plus 还管。你看啦，全部 touch 的时候哦，就是一个不好。我要看 Sport Display 的时候，就是按 Home， 按 Home 再按 Info Engine， 就是要这样。感觉到哈，这个车的悬挂在面对山路的时候哦，它比较多于在那个舒适上面。给我的感觉，我还是比较喜欢 G20，它比较给到我那个 feedback， 它那个车身到底是怎样？这辆车好像有一点浮这样感觉，我不确定是不是因为车身高的关系，也3根手指的高度，还有它就是。永远还是相信那句话：坐奔驰，开宝马。嗨，小妹妹，嗨。哎呦，有一点危险哦，小孩子这样子，有一点，我怕跌出来罢了。不过它的这一代的方向盘的回馈是比较敏感了一点，它转向幅度不用这么大哈，比上一代的感觉就是好了一点。我是希望它的那个 suspension 再硬一点点，可是它的 body roll 是比明显的，以前那一代就改善了许多，可是就是它不够我想要的那一种 firm， 比较偏舒服啦。竟然你不想让我的左边超车，没有办法了这个。你会换掉这个 run flat tire 吗？应该是不会，没有超多少。可是 run flat tire 我的朋友还是会爆胎的哦，在蹲太大力动的时候，可怜他们。我的之前试驾过 A45那个，他1个月里面蹲3粒，不然就他轮胎肿掉。以前那个名不也是爆胎了之后？哦，是啊，哦是啊，那个哦。所以你看我3个胎，一个还记得吗 ？test 的时候。哦。别离那么久。哦，对，很久了那个。哎，同款哦。同款呢，也是 C300哎，可是它的这个颜色，哎，其实这个颜色蛮美的嘞，我看到它那个 daylight 很飒，白色是这样。我怕这个萝莉，我怕它们一下子吃出来。啊，这一代就比上一代好很多了，有一个 manual mode， 它不会自动一直帮我升档，没有用那几秒钟，它就给你换那个 auto， 这个不会啊，现在完全福利就是 manual mode， 我想要的我终于有了。可是这一辆车，因为它是 twin scroll， 是比上一代的这个 response 好了很多。你用
手动模式的情况下呢，你这样子踩油放油啊 ，OK 啦，感觉到它就是 respond 好了很多。如果你用 auto mode 啊，你还要等它降档，你还要等它的这个 boost 上来哦，就真的是慢半拍。如果你们看我上个影片就知道。哎呦，我真的是不明白。你看，哎，这样车的动力是有点猛啦，很多时候需要 brake 啊，不是开玩笑的。OK， 现在油温跟水温正常。是我们咩？是咩？是。我听到隔壁耶。我们。我它自动帮我升档，如果是 manual mode 的话。OK 啦，是一个我觉得时尚、高级感，然后加怎样讲呢？轿车与轿跑之间的感觉，这样子，它有动力是有，操控是有，可是如果给我选择啦，G20还是我比较喜欢的一辆 pre facelift 啊，不要 facelift 啊，我不喜欢，因为我不喜欢全那个它整个好像电动车那种全液晶仪表一体式那种，我不是很喜欢。好像这种 C Class 的这两面的我还 OK， 啊 W206这样，我不喜欢那种好像。给你好像假造一个电车那种感觉，它的刹车是有力道，可是哦，某个情况你就是要拿捏到很好，要不然你一踩哦，它有一段是空档的时候，可是你要等它反应过来，还要一段时间呢。这个刹车有一点跟之前那一代一模一样，所以你要一点时间去适应咯，它不能给你马上直接那种一踩就来那种。哦，这辆车给我有时候加到一度怀疑它是不是一个 ASR， 真的，它有时候太过阻尼啊，让我觉得太过立正，太过舒服了。Thank you, bro. Thank you， 谢谢你让我到一个道路。这辆车太低了，是不是哦？你讲，可是它3根手指的高度了哦。可能 suspension 就是偏宽。可能哦。所以刚刚我挂到原来是我。那你下山的时候你就知道了。哦，那我下山 ，no， 我现在不可以快哦。真的是要忙。SPIX，OK，我懂他，我在这个群里面 ，Saga Persona Iris 还有 X50 的 group。你都这样。我懂，我不懂他是谁，但是我这个地方啊，幸好没有很多摩托我不知道搞什么。哎，有时候很难讲了哦。两个速度啊，左边右边一样啊，就很显了的。OK， 你看，左边还快过他。我需要超车 ，bro。我尴尬嘞，
真的很堵啦，有时候是这样啊。哎呦，你在 highway 驾车有时候很险的哦，凌晨啊回来啊那种。舒服啊，这辆车是真的。现在新车哦，坦白说啦，不管是 W206也好，G20都好，它没有像以前的车这样比较 direct 的感觉的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到，就是会人与车的沟通会比较刺激一点，不像现在这样就是很舒服了这辆车，啊就这样过完咯，像切豆腐这样哦，是，可是它少了一种刺激感呢，我不懂怎么说。就好像我今天开的 FK8 跟加 EK9 上山，为什么 EK9 会让我觉得热血澎湃？因为 EK9 刺激，虽然它不快，是很舒服啊，过弯。我已经2个礼拜没有上山了，我去有曼谷去了1个礼拜。没有上山就变成这样，我都不。哇，如果 4MATIC 的话，不如这样哦，没有这样容易甩尾，我觉得。这样子的屁股还是有一点开心一下的，有一点乐趣啊，至少。你有驾过上山吗 ？OK 吗？ OK，我觉得不错哎。我觉得是不错，可是如果你有一个竞争对手的话，你就知道它的差别在哪里啊。OK 啦，我可以讲啊，奔驰就已经很年轻化了，是真的啦。它能够给到你一个 C Class 这样子的操控的动力，其实是很 OK 了的。可是呢，一山还有一山高。G20 还是我的菜，虽然我不喜欢 G20 那个它的 steering 哦，方向盘比较厚啊。看个人啊，我不喜欢那种厚厚的，这个是刚刚好，我很喜欢这种比较瘦一点的那个握感比较爽。可是就那种车身给到你的那种 feedback， 那种人与车之间的交流 ，BM 还是 BM？ 哦 shit！真的太多车，我很险了。我才不到9点呢，我今天算早了嘞。可是它转向真的是很好啊，这辆车比上一代好很多，少推头，因为可能就是它引擎是缩小的关系啊。它这一代引擎是没有 V8了，不是？C43啊，没有 V8了，是吗？2.0了，全部2.0了。所以它的引擎室内缩小了哈，给它有那个那个轻了啊，然后它的 suspension 就升级了，去一个比较好一点的 falling。OK 啦，整体来讲它的这个操控呢是让我满意的哈，车轻啊也是明显比上一代少了的哈。它是一个让我觉得它可以日常生活驾驶。daily drive， 然后载一下家人，然后它是一个身份象征来的。如果你今天做到公司某一个职位啊，或者是你有一点小成就的话呢，其实奔驰和宝马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。奔驰呢，坦白说，它给到你什么呢？就是内饰跟外观真的是一级棒，而且女人也是喜欢，就看了很高级的感觉咯。G20是不错了的，可是它就没有这么多这种设计。它其实尝试要学奔驰，可是它不像奔驰这么的这种时代感。哎，我没有讲这辆车一般般啊，其实它的驾驶是不错了的。如果你
更喜欢驾驶感受，你喜欢跑一下云顶啊，你喜欢动力啊这样子的话，其实宝马是你所想要的。G20是一个不错的车，所以我方向已经很明确了啦。你不用问我，哎，这辆车操控好还是宝马330i，我肯定是选330i的，它的动力跟操控。那这辆也就是可能输它一个38%到20%这样。我忘记讲啊，这个刹车肯定是比 G20 好。G20 好像要踩得很深，可是 G20 的这个刹车踏板跟油门踏板很靠近，所以像我脚大的人呢，是有时候会差一点踩错。C Class 没有这个问题，但是 C Class 有一个非常致命问题，就是我左脚放在这个 footrest 哦，它可能变速箱太大原因了，跟上一代一样，它会挡着我的左脚。可是这一代有一点少许的改善了，上一代真的是夸张的不行。可是如果你比起G20 的话 ，G20 完全是很 OK 的，宽敞的。Volvo 的 S60我就真的是没有驾过，虽然是同等激进的对手，未来如果有机会的话呢，那个400 PO Plug-in Hybrid， 希望有机会可以试驾到啦。哇，这个360度 camera 现在的时候就非常的清楚了，非常感谢嘉诚呢，这一次让我试驾 C Class。C300 W206就到这了，留言在下面给我知道你们其实最喜欢的 C Class 是哪一款 ？W204、205还是206，还是更旧款？这个前脸我就还好，还是喜欢以前的。喜欢这个影片的话，记得点个赞哦。如果你的朋友有想要买 C Class 的，把这个影片分享给他，读他一下。激励他一下，赶快有梦就去追，好吧？好了，各位，影片就到此结束。如果喜欢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，不要忘了按赞、订阅，还有分享，打开小铃铛。下一集的影片再见了，拜拜。